截止到8月17號下午，爛片牛來總票房已經突破1300萬元。燈塔專業版預測，在無外力干擾下，總票房將突破6000萬元，這是一個足以令國產電影人汗流浹背的數字。以同為暑期檔投資了2個億的動畫片《三國爭洛陽》為例，截止到撤檔時，票房也不過8000萬。按照電影行業的通則，它至少要6個億才能回本。這個本該百花齊放的暑期檔，已經有7部電影宣布撤檔，僅有《功夫女足》、蜘蛛俠嶄新之日及歡迎來到龍潭町的票房還過得去。而牛來一部無劇情、純手搓、質量低下的影片，居然能以黑馬之姿頻頻登上熱搜，殺進年度動畫電影第7名的位置，怎能不讓專業的電影人汗顏？究竟是觀眾不夠理智，還是電影市場瘋了？其實秘密就藏在情緒2個字上。近幾年國產電影的宣發一個比一個會玩，但質量大都一部比一部爛。以票房高達35億的《熱辣滾燙》為例，影片還未上映，各種宣發內容已經鋪天蓋地而來。有關賈玲減重100斤的話題頻頻登上熱搜，賈玲也配合玩起了隱身，缺席影片的路演環節，吊足了胃口。短視頻平台上也充斥着大量拳擊對戰的熱血鏡頭，很容易讓人以為這是一部高燃動作爽片。結果走進電影院一看，觀眾發現上當了，這就是一部披着勵志外衣制造身材焦慮的減肥片。再比如《封神》第2部上映前宣稱要打造中國神話史詩的視覺標杆，補齊國產奇幻電影的工業短板。導演吳爾善懇請觀眾給國產奇幻電影一個機會，好讓他能拍完《封神》3部曲。觀眾給力的將第1部的票房抬到了26億，滿以為第2部會有更多精彩的特效場面，誰料吳爾善端出來的竟是一盤5毛特惠的大雜烩。故事情節低幼，人物塑造薄弱，尤其是關鍵人物殷郊的视覺特效被人指責花了不到5000塊錢，在宣發與成品差距如此巨大的情況下，不禁讓人懷疑這麼多錢究竟都花到哪裡去了。發行方通過虛假宣傳賺得盆滿缽滿，而對觀眾的保護則是一片空白。花錢買票看了爛片，只能自認倒霉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牛來的火並非無跡可尋，它成了觀眾對抗過度宣發的一種荒誕反諷。與其被鋪天蓋地的營銷拉進電影院後感到失望，不如乾脆看一部大家公認的爛片，看看它究竟能粗糙到什麼地步。觀众在影院裡對着滑稽不符合常規邏輯的鏡頭發出會心的笑聲，這其中包裹着一種戲謔，大家是在消費一場互聯網狂歡，也是在用實際行動表達對精裝爛片的不滿。這種現象背後暴露出部分國產電影人與觀眾在情緒上的某種割裂。以今年暑期檔第1部暴斃的影片《抓特務》為例，平心而論，電影的制作水平還是非常扎實的。可為什麼票房如此的慘淡？原因无外乎宣發階段韓紅的一句走個面，引發了全網的吐槽。為何電影投資的商業風險要用人情來為觀眾買單？要知道，當年馮小剛是靠着觀眾一張張買電影票，從底層美工摇身一變住進了大別墅，成為全國知名導演的。可是當被問及為什麼會有这麼多爛片時，他又把責任推給觀眾說，就是因為有這麼多垃圾觀眾，才有這麼多爛片。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催生觀眾反專業的心理。既然專業人士拍的片子也常常讓人失望，那我乾脆去看看你們眼裡的爛片到底長什麼樣。帶着審醜的預期去審視一部粗糙之作，何嘗不是一種樂趣？而且現在國產電影還有一個大問題，就是聽不到真實的聲音。說某片是爛片的影評大多流量很低，評論區齊刷刷的一片反駁聲，什麼我都2刷3刷了，小編你看過影片嗎？哥哥的演技真的吗？我都感动得快哭了。不能說100%是发行方买的水軍，但是应該占比很大。遇到大的舆情，立刻祭出法律的武器，威脅追究黑子的責任。比如影片《滿江紅》，幾個演員在一個大院裡轉來轉去，玩了一出密室殺，沒有大場景，沒有密集的特效，一算成本5個億。當有大 V 質疑錢都花到哪裡去的時候，立即遭到发行方的律師函警告。電影本來就是公共娛樂產品，既然要公開發行，那就要接受輿論的審視。觀眾買你票看完失望，被宣發騙了，都沒說什麼，為什麼賺到錢的資方連幾句質疑聲都承受不起？大導演王晶曾說過，一部電影拍到一半，導演基本上就能感覺成品是好是壞了，但他們不能說要撐着把電影拍完，因為其中裹挟了太多人的利益。再看牛來，他沒有資本背景，没有人控评，他不仅粗糙，而且毫不掩飾自己的粗糙。这種近乎擺爛的方式，反倒成了一面照妖鏡，照出了當前部分國產大片在宣發上的層層包裝，試圖掩蓋瑕疵、虛偽。最後，大家發沒發現，牛來火了好幾天了，但是我們幾乎看不到專業電影人對其的點評，因為站在他們專業的視角，牛來無法被稱作為是一部電影，蹭它的流量搞不好會被整個圈子排斥。但是牛來傳遞的信號是明確的，靠宣發噱頭和明星陣容或許能夠撐得起一時的繁榮，但長此以往，透支的是大眾對於整個國產電影的信任。觀眾真正在乎的是創作者是否變得真誠，是否把錢和精力用在了劇本打磨和影片質量上。正如給阿媽的情書，沒有鋪天蓋地的宣發，僅靠真實的人物和感人的故事，依然能夠打動人心。當觀眾開始追短劇，當橫店的劇組有所減少，當從業者抱怨觀眾流失時，電影人或許該靜下心來想一想，你們端出的作品真的對得起那張電影票嗎？